在电影后窗中，无聊至极的主角杰弗瑞为了打发时间，开始监视起了自己的邻居，并在无意中识破邻居犯罪的真相。而有这么一款游戏，就是以此为灵感，讲述了类似的故事，让我们得以参与者的视角来体验这样荒诞的剧情。它就是你好邻居。作为喜欢这个系列游戏的一枚小玩家，在本期视频中，我将利用收集到的所有资料和大家详细聊聊这个游戏到底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让大家在2代即将发布之前，对整个游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本视频的主要内容来自于 Wiki、外传小说与官方宣传片，如果有错漏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指正。事情要从1960年代开始说起。Ravenbrooks 拉文布鲁克斯，这是一个安静而又温馨的小镇。这个小镇上，塔维什是最为有名的一个家族。他们的传奇故事从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开始。塔维什从某位居民手中买来了甜点金苹果的配方，而金苹果的大卖让塔维什家族在小镇上的地位急速上升。他们还因此建立了著名的金苹果公司。塔维什家族当然也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们在小镇上建立了塔维什慈善基金会，用来赞助那些需要研究经费的人，其中就包括仍在就读大学的罗杰和阿黛尔·彼得森。他们是2位优秀的气象学家，从大学时期开始的大部分研究工作就是由塔维什家族慈善基金会帮助的。毕业以后，2人同样在塔维什家族的帮助下，在小镇上建立起了一个气象站与一所天文台，用于研究小镇上莫名其妙出现的恶劣天气。同时，他们有一个小孩，他叫西奥多·彼得森。没错，他正是我们的大反派邻居。西奥多的童年时期并不糟糕，他有一位玩伴，名字叫艾克。艾克经常会去西奥多的家中玩耍，也经常会和西奥多一起去他父母所在的气象站里闲逛。然而，事情不像表面上那样平静。1960年前后，这个小镇中流传着一个都市传说，那便是有关森林保护者的故事。在传闻中提到，森林保护者有可能是一种人鸟结合的生物，它们看上去像极了瘟疫医生。很明显，在我们的视角看来，这就是人类穿着黑色斗篷与瘆人的面具吓唬人的。但在1960年的居民们眼里可不是这样的。谣言甚至都传到，森林保护者在暴风雨来临之时会进行可怕的仪式，并给小镇带来厄运。而研究天气现象的2位学者自然就被小镇的人们所怀疑，毕竟他们研究的方向与天气息息相关。然而，这种互相怀疑的情况才持续没多久，一场意外就降临了。塔维什家族停止了对阿黛尔与罗杰的资助，而没过多久，金苹果工厂也被烧毁。据目击者声称，火灾现场有2个模糊的身影，而也从这天起，2位气象学家从此神秘失踪了。1977年，小西奥多·彼得森已经长成了一名小伙子，他成为了一名国际游乐园设计师。他与一位叫戴安的女子结婚，并在1980年前后开始了2人的环游世界之旅。西奥多此时正在建设他人生中的第1个主题公园。故事到此为止都是顺利的。1983年，他们生下了亚伦，不过他的好运气也迎来了结束。他参与的几个游乐园项目都因为不可避免的事故导致顾客身亡，从而不得不被迫关闭，而他也因此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渐渐的，他开始出现了一定的精神问题。此时的他正在德国，他参与的一项游乐园工程再次出现意外，这次是4名小孩溺水身亡。尽管这件事与他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还是因为超过了心理的承受底线，他决定举家搬回美国的拉文布鲁克斯小镇，也就是他小时候与父母一起住的地方。时间进行到1991年，就在搬回拉文布鲁克斯不久后，暴风雨再次摧残着这座小镇。森林保护者的传闻再次引发了人们的恐慌，而彼得森家族自然再次成为了众矢之的。艾伦与米娅在学校中饱受同学们的排挤，西奥多不得不躲藏在地下室中，装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室进行作业。在这个期间内，艾伦也展现出了自己的绘画天赋，这让西奥多也开始重拾了对生活的期盼。不久之后，金苹果公司要求西奥多为这个小镇建造一处新的游乐园——金苹果乐园。西奥多并没有拒绝，尽管他已经多次遭遇事业上的失败。
但在西奥多现在的视角看来，与其留下世界闻名的游乐场，不如更在意自己手上能赚到的钱。他已经认命了，但他不会拒绝能让一家4口过上幸福生活的经济收入。也在这个时候，西奥多见到了他儿时的玩伴艾克，他们共进晚餐。然而他们之间发生了口角，不欢而散之后，艾克本人也消失了。最终，西奥多仅在隧道的某处发现了艾克本人的钱包，这个钱包里竟然藏着西奥多的父母当年研究气象的秘密设备零件。西奥多通过研究，他制造了一个能在小镇的暴风雨中保护自己的设备。后续的剧情则承接来自官方的第6部小说《你好邻居谜题大师》。就在金苹果乐园完工后不久，一辆过山车跳出轨道，导致了艾伦的朋友7岁的露西伊死亡。金苹果公司主动承担全部的责任。在这部小说的剧情中，森林保护者阻止与西奥多进行了正面的交锋，他们偷走了那个可以在恶劣天气中保护自身的设备，并像传说中的那样，在暴风雨中使用了它，给城镇带来了厄运。最终，金苹果乐园也因为这场争斗被大火烧毁了。一次次的打击与事业上的低谷，让他失去了面对未来的信心。他将自己封锁在了地下建好的工作室里，不断研究父母留下来的神秘零件。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古怪和孤僻，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而他的妻子戴安也是看在心里，替他感到难过。在某天，就在他与妻子以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行驶在回家的路上时，发生了一起车祸。在外传小说中讲述到，妻子戴安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了西奥多的头部，西奥多几乎没有受伤，但是戴安却永远停止了心跳。这时候，西奥多才发现，在自己逃避现实的时候，忽视了身边时刻关心自己的妻子和他的家人。看到闪烁的心跳仪器静止的那一刻，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艾伦与妹妹总是在等待爸妈回来时，在家中玩着捉迷藏的游戏，而这天，他们发现妈妈再也回不来了。自此之后，邻居总是会看着电视发呆，儿子艾伦也陷入了狂躁与悲伤之中。在你好邻居的1代中，会有一幕非常震撼，原本4个盘子的桌子，在玩家乘坐过山车旅途中变成了3个盘子，也是暗喻了这场意外事故对整个家庭带来的打击。关于场景中的隐喻，有机会我可以出一期视频与大家聊聊。而妹妹也知道了艾伦的伤心，她试图通过以前每天开心的捉迷藏活动中，让自己的哥哥走出阴霾。这次他们玩的是找娃娃的游戏，艾伦将娃娃藏在了屋顶。此刻，游戏中让玩家以妹妹的视角来寻找这只布娃娃，扭曲的房间场景也反映着妹妹的心理状况。就在妹妹成功找到的时候，狂躁的艾伦没有注意到妹妹正站在屋顶的边缘，他再次将生活的压力与狂躁发泄在妹妹身上，他习惯性的甩开妹妹的手，而悲剧也因此发生了。强忍着悲伤，用捉迷藏安慰哥哥的妹妹，正如强忍着悲伤去安慰西奥多的妻子戴安一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对方重新振作起来。只是他们的每个关键的一步都出现了意外的错误。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了，才懂得身边人的可贵。这个原本完整的家庭再次少了一个碎片，西奥多悲痛欲绝，而艾伦也与自己的父亲一样陷入了自责。他把自己称呼为又蠢又笨的怪物，而西奥多的心情变得扭曲起来。在连续失去妻子与女儿之后，他害怕再次失去自己的儿子，于是采取了最偏激的手段，那就是将艾伦锁进了自己建造的地下室。因为他不想因为艾伦失手杀死妹妹而被警方抓捕，同时也害怕艾伦做出偏激的事情。他想，或许只有把他关起来，才能让他一直安全。于是，在将艾伦藏进地下室之后，西奥多在小镇里发布了寻人启事，那就是寻找失踪的儿子和女儿。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所生的唯一的亲人。而这件事却被隔壁的孩子尼基察觉到了。故事正式进入1代的主线剧情。在尼基察觉到邻居的反常行动时，他潜入了邻居的家中。西奥多害怕事情败露，将尼基关了2个月。而接下来的故事与谜团就只能在这个月发布的《你好邻居2》才能解开了。玩家将扮演调查此事的记者昆汀。在之前的试玩中，邻居被乌鸦藏了起来，
而这些乌鸦是否与之前的组织森林保护者有联系呢？那个由邻居的父母留下来的，可以在恶劣的天气中保护自己的材料，还有几十年前的那场金苹果纵火案，到底和西奥多的父母有没有联系呢？一切的一切，就只有后面才能解开了。不知道这期视频有没有让你对这个游戏更加了解了呢？如果有，请务必给我这个萌新 UP 3连和关注。下期我将为大家讲解《你好，邻居2》的剧情。我是你们的肉肉，我们下期再会。